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另外是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前者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前者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中国跟日本的外交争端，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升级了，而各种的警告从中国大陆的各个管道现在慢慢的出现，包括您看到微博热搜，台湾没什么事，日本真的有事了这是第1名啊登顶。那我们看到，当然现在中国大陆从民间、从官方从中国共产党这边的立场来看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都是不可以容忍的，包括王毅就说了，他说如果日本一意孤行，各国有权再清算他的历史罪行。而另外呢，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动作在实弹的射击、实弹的演练，这个地点非常的特别，这是中国威海海事局23号发布的公告，说是今天上午6点到下午5点要在刘公岛东部水域展开实弹的射击。那这个地方有什么蹊跷呢？这个地方是北洋舰队诞生地我们先来看看过去在清朝时候这个历史是这样的。北洋舰队在刘公岛成军日本海军甲午战争期间曾经登岛接收所有的军事设施这个实弹射击是历史意味浓厚的一个举措所以你看到方方面面都是针对高市台湾有事论这个言论来的。那前首相石破茂，他毕竟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他不断的在苦口婆心的讲说这不是把想说的话说出来的问题，也不是用来提升支持率的事情。有关台湾有事的事情呢，我们应该如何因应？这不应该在公开的场合谈论。每一个首相其实心中都有一把尺，他们也有一些准备，可是你怎么会在公开的场合把它说出来呢？那我们看到呢，日本有一些报纸日本也有共产党它有个报纸叫《共产党党报》，他就说高市其实是有企图的，他想要建立战争国家，因为我们知道2战之后日本自卫队它是被限缩了很多军力嘛。那日经亚洲就说担心台湾有事，所以日本其实在做一系列的一个预防措施，包括日本的西南群岛打算建地下避难设施那地点就在偏远的西南群岛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些掩体供居民避难，大概有2周的时间可以让万一爆发什么样的事态的时候，他们可以做一个生命的安全的一个保障。那另外我们看到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他最近跑去了宫古岛、石垣岛那这些地方离台湾都非常近他在做一个这个飞弹部署的一个视察所以看起来这些动作都蛮紧张的他们真的有在做准备，是他们看到了什么事情吗？而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所谓自卫队台湾有事夺岛3案，这个当然是来自于中国大陆这边的央视报道，他说如果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做什么样的3套的用兵方案其实中国大陆这边都是有办法来因应的。而且中国的军事专家还说如果用战力来看不但制空权拿不到，远程火力也挡不住，讲的是日方。他说如果日本有什么样的动作是注定失败的。那我们看到呢，事态越演越烈，那日本的民众又是怎么想的呢？一般的民众当然不希望有战争。我们看到这一位先生有一点年纪了他也拿出一些所谓手稿一些抗议的文字是一些传单。他说武力没有办法创造和平，一般民众要付出代价。高市早苗作为首相不应该有这么草率的发言。而另外我们看到呢，所谓禁水产这件事情谁倒霉谁受伤有调查，总共172家日本的企业现在面临了某种程度的冲击，包括海参的加工品扇贝明太鱼这些在中国热销，可是现在有一些冲击了。而本来日本的牛肉是要重启对中国大陆出口，本来协商都讲得差不多了，现在戛然停止，没办法卖了。所以这一场外交上面的惨剧什么时候可以落幕？还是它不会落幕呢？来，请教亮哥。短期很难落幕了，因为今天读卖新闻，高市早苗的民调继续升高，是到72我吓到到72那
王毅刘公岛就是甲午战争的起点啊，所以那个当然是国耻，而且就是对日本啊，所以那个用意是非常明显的啊，因为习近平也去过啊，只要去这种地方，都意味着，因为事实上中国大陆那个北方战区也做了战歌啊，现在都在网上播了啊。那南部战区也有类似的状况啊，所以我觉得现在都是在做文攻啊，那会不会有真的武吓啊？就刘光岛这个实弹射击，这个就距离日本比较近了啊。这个前一阵那个黄海那个其实蛮远的，那个距离比较远，比较远啊。那这个就比较近是啊。那这个小泉进次郎他去巡视这个西南诸岛啊，这几个地方本来日本、美国就是他这个就是一个作战计划，本来这些地方就要有那个避难的场所，是，同时也要装各式各样的飞弹，防空飞弹，不是防空飞弹，是攻击性的飞弹，攻击性的，攻击性的。哦，我跟你讲，它有很多是地对舰的，是反舰飞弹。 ，OK，那因为有一些射程可以到将近1000公里啊，这个日本叫做12式的增程飞弹，那这个坦白讲不是因为这个事才开始，本来就有，OK，那只是说逐渐的在部署，有6个地方啊，那这个将军比我知道了，那这个增程飞弹跟战斧巡弋飞弹一样，它是属于次音速的。大概0.8到0.9马赫啦，坦白讲对中国威胁不大啦，可是因为很近，而且理论上它可以射到北京，射到上海，射到台湾啊，都在它的范围内。对，所以当然那个毛宁，因为今天人家问他嘛，他当然要表达愤怒嘛，那这个叫火上加油啦。那小泉刻意去吗？还是？在这个节骨眼，因为这个东西并不是这个事件才有的，那本来就是他的业务啊，而且那个西南诸岛本来就在建工事啊，所以那个飞弹还没有装啦，那现在是去巡看，可是因为这个时候，尤其是与那国岛在台湾旁边嘛，对，所以你这个当然会引起注意了，我认为美国也注意到了。美国基本上的判断是认为，短期内中国不会直接打日本啊。可是美国有特别提到啊，说美日安保的范围包括钓鱼台。他故意提到钓鱼台美日安保的范围啊。所以他意思是中国大陆可能会对钓鱼台，因为那个是主权争议嘛。如果中国大陆真的要展现军事的力量，越逼越近，你想？过了刘公岛还能到哪里？钓鱼台是一个好选择。我一定是钓鱼岛嘛，因为那个他认为是他的嘛，对，就跟台湾他认为是他的一样嘛。对。你说他怎么去对日本的本国去动手？反正台湾对钓鱼台是主权，感觉现在都没有在宣示。不啦，你也不能这样讲啊。那天那个林义君委员有问顾立雄嘛？是。对，林义君也蛮有 sense 的，是民众党的委员。他说看来。中国大陆可能会对钓鱼岛有些动作顾立雄说：“我们一定有方案。这个中国大陆如果真的动他一定会把钓鱼台给我们也不要讲夺岛了，一定把你围起来了，让你日本过不来。对，那个就会构成一个僵局嘛。因为我跟你讲，目前的这种经贸的反制那个要。”引发高市早苗的民调跌我觉得需要很长的时间。你去看台湾那个陆客团客也没了，那现在的民调还是40啊，对不对？因为只有少部分人被影响。我认为那个要影响整个日本的民调是有相当的困难。对，可是如果战争逼近，那就很难讲。因为高市早苗民调72了，可是有人做一个民调。说如果中日发生战争，你要不要到前线只有9%，
谁要去？不，日本的民调啊，好，只有9%愿意啊。所以日本人因为挺身而出的人很少。不，就是说这个才是见真章啦。你那个经贸的东西，我坦白讲，影响有限啦。而且他也不是说，旅客全部都不去，航线也不是全部都停。我有去查啦，他目前停的航线大部分都是关西啊，九州跟关东还是还是有人去，当然还是有人去啊。对，目前停的状况大概是30% 不到。OK， 所以你说这个要影响高市的民调，我觉得没那么容易了。对，今天我看到读卖新闻的这个民调，我也吓到，72%，日本国内对他的这个民调是很高的，老师。我讲一下我在大陆朋友的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哈，因为说句良心话，我们两岸之间的沟通交流已经降到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下，所以说大家并不了解啊。我针对这个亮哥刚刚讲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做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分析啊。我觉得首先第一点的话呢，现在看这个样子啊，这第一点呢非常重要。看这个样子的话呢。高市早苗并没有说错话啊。那么日本的极右派的话呢，包含这个小泉进次郎啊什么的，他们基本上的话呢，展现出来日本的惯有的精神就是不怕啊，不怕，而且呢，甚至要，所以大陆最近在讨论说日本会不会再来一次偷袭啊？我就讨论到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大家就觉得匪夷所思啊。所以读卖新闻，我觉得72还低了，还低了，因为日本人对于中国人来讲的话呢，打从心底就是看不起。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事情。台湾人也因为日本人一样，打从心里就看不起大陆人。我讲这个话，其实我讲的心里都会觉得有一点难过，因为我在台湾作为一个大陆人，我心里真的蛮难过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大家要了解大陆的目前为止选择刘公岛，大家只会感觉到刘公岛有这个北洋舰队的这个历史什么的，但是其实已经是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压不住了所以说这是真的情绪上已经调性起来很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2个多礼拜不到3个礼拜的整个发展来讲的话呢，就是上下一心的感觉除非你认定中国人就是打心底想他就是个怂包就不行。那这里头的话呢，因为我自己亲眼看过93阅兵嘛，所以我心里了解到，我认识不少。我们山东人当兵的多了，这也是个山东人，就是这个刘公岛离他家就不远了哈。那么我们自己心里就非常清楚，这个情绪上是压不下来的。所以说这个高市早苗的话，大陆都很多人叫他搞事早苗，就是大陆原来根本就不愿意对日本本土，但是现在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但是我现在的话呢，基本上觉得最可能的事情的话呢，就是我自己个人也感觉得到，这个硬碰硬的时间。应该要亮剑了，至少要做一点事情。但会做什么事情呢？就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在外交场合当中也是包含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话呢，就在联合国当中要限制，因为什么呢？因为高市早苗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帮助台湾的，大家千万不要看到什么台湾有事就准备这个样子的话呢，大陆听到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是心里非常非常火大，这是中国的内政啊，对不对？但是呢，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在联合国当中的话呢，高市早苗的话呢。因为他自己做事情是为了要扩张他的反核3原则，他要放弃掉所以说大家心里了解到，所以大陆第一个会透过联合国来限制日本的布的生产。日本现在有45吨的布那么这个适合做核子原料，因为日本人非常清楚那个朝鲜的例子，只要你拥有永核就可以自重。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呢，大陆目前为止呢会强调所有的国际上的关系。大家可以看到 G20 这一次的话呢，南非就基本上对这个高市早苗就不怎么待见了，他们就没有看到他。没有看到一样，他自己的话呢，觉得日本通常来讲的话呢，以他这种妈妈桑的性格的话呢，到哪去应该是表现得很活跃，但是并没有。然后第3件事情，我觉得。中俄之间针对于日本的情况，不单单是在国际条约上，在军事上的巡回，就是说东北亚再加上东海、台海、南海都会在巡回。所以说这里面的话呢，对于大陆来讲，在动手之前的3个部分是外交场合当中，大家要搞清楚，就是有联合国国际关系，以及的话呢，就是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另外，他们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会降低外交的关系，因为日本人还很坚持要削减
列为不受欢迎人物。那大陆这边的话呢，态势上非常强悍，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拭目以待，仔细观察。最后我要强调，这个跟台湾都相关，因为他讲的就是台湾有事嘛。对，我们台湾也是主角之一。那这个请教将军怎么看？刚才亮哥有特别提到 ，maybe 是钓鱼台 ，maybe 是其他的事情。中日之间发生真正的冲突的几率有多高啊？我认为进入软对抗。那软对抗的话，会从钓鱼台开始。但是我认为对日本来看，在长久来看，这软对抗对日本来讲是不利的。不利。对，我们来看，因为日本第9条非战宪法讲得很清楚嘛，它这个没有攻势武器，所以你看日本没有中长程的弹道飞弹的，没有，都是中短程。那这个日本的打击掉这个飞弹武器，日本没有任何一架战略轰炸机，没有，因为它是这方面是受限的。日本没有任何一艘核子动力攻击潜舰，更不要说核子动力弹道飞弹潜舰，根本都没有。所以日本的这个战略打击能力是几乎是非常的小。那你这样还有一个致命点，日本有个致命点，日本的年轻人不愿意当兵。哦，对，刚刚亮哥有提到那个民调，对，他不愿意当兵的，所以不会当兵。他自卫队平均年龄接近40岁，这么老，那这样不行。38岁，那这样的话战力就有限了。对，是。因为为什么？那亮哥讲的很有道理。那为什么会年纪那么大？因为年轻人不愿意当兵，那就让这些人一直留下来，留，年纪越留越大。是，那这个战力会下降，因为打仗毕竟是要体力就是战力。因为打仗的时候呢，可是这24个小时都在那边执行战备啊，在那边这个冲锋陷阵是这个样。所以日本目前的战役来看的话是薄弱的。那我们从地缘战略来看，地略有个地略来看，它也有2大短板。第一个，日本是属于大型岛屿，本州4国9州北海道，总共加上西南诸岛，总共是37万平方公里，毕竟只有中国大陆的1/25。地形战略上来看的话，它的面积小，现在都是大型岛屿，对发挥攻势作战是有限的，对守势作战也容易被从外线作战包围。而造成它岛屿之间的这种内线作战也会受局限。那日本的岛屿也是分开，有一种分裂，不是整体性，是属于分裂性的。第二个来看呢，这个它的日本现在已经整个来看是没有战略投射能力，打仗战略投射能力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它可以做战略牵制。你没有做战略牵制，那你就单一战场。你如果战略牵制，你可以开辟第2战场，也可以开辟到第3战场。对你来讲的话，用兵的弹性会大，但是它没有战略牵制能力啊。所以我认为软对抗的话，如果在军事上要硬对抗，日本会吃亏。那软对抗的话，我认为会从钓鱼台开始。那钓鱼台，我认为中国大陆会有3个事情。第一个，它从平面的这种在钓鱼台的活动会变得立体，这种立体活动无人机就来了。那中国大陆无人机多，那钓鱼台直接飞过来，从这400公里很近啊，无人机现在一飞的话都1-2000公里，就直接到钓鱼台周边的这些海域上空，在那边把所有的海峡动态、这个海域动态掌握得很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中国大陆会从12海里外的这种巡弋啊，是可能偶尔会进入12海里以内哦，会这样子哦，他会做一个试探，海警船嘛，海军在那边做测务。然后中国大陆现在有4艘海警船在附近活动啊，那是不是就进入？那这第3个，我认为海警船会执法，它在里面做执法。那执法的话，本来是间歇性的执法，我认为将来会做成常态性的执法。它常驻在那边，先是海军常驻，现在是海警船常驻。高市早苗作为一个女性的领导者，跟过去日本的传统的男性的政治人物其实非常的不一样。我们看看她在外交上面的企图跟表现。G20在南非那您看到呢，在其他的领袖在与会的时候，他也在旁边参一咖某种程度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尴尬的情况。像现在画面上您看到的是土耳其总统和印尼的副总统交谈，高市早苗在2个人中间不断的点头微笑，可是也插不上话。而另外这一幕就展现出高市早苗他活泼的个性。来看他积极的跑上这个李在明，南韩总统李在明看起来好像是老朋友一样非常积极的握手问候而且笑容非常的这个大有人说笑得非常夸张。而另外这一幕呢，大家看到也许同样是女性的领导人，她是意大利的总理梅诺尼哇，高市更是热情跟她拥抱展现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女性的特质。而另外在这个马克宏的部分呢，你看到也一样哦，高市早苗，哎，这个就是跟梅洛尼的这个热情的拥抱，而且你看到这个肢体动作是他有一点是比较主动接近哦，往这个梅洛尼的这个方向走。那这个您现在看到的是马克宏哦，一样哦。这个太热情了，所以其实某种程度对于西方的这些领导人，他们习惯碰碰脸啊、亲亲脸颊、拥抱没有错。可是传统的日本人物、日本的政治人物其实不来这一套的哦。所以您看到有一些网友都怎么写啦？他说这是 on Japanese hug， 跟日本的传统的那样子的 style 不太一样哦，有点像是银座的那个氛围哦，所以你看到各式各样的评语都出来了。那当然，高市早苗非常的非典型的日本的首相哦，他一系列的做法对日本未来是好是坏呢？首先惹毛了中国大陆这件事情哦。李强跟高市早苗在 G20， 你看到大合照的时候，两个人中间隔了3个人哦，眼神完完全全没有交汇，更不要说是握手了哈、哦。那在这个没有说任何的话，也没有对话。那有记者跑去问了日本的内阁官房副长官，说：“哎，是不是有打算要跟李强见面呢？”哦，这个尾崎正直他就讲没有啊，没有特别安排啊，时间上本来就很紧张啦，很赶呐。而且，如果中国没有积极的态度哦，想安排接触恐怕也很难。那 G20 高市跟李强没有接触哦，高市就自己讲了，他说对话的大门没有关，可是会坚持应有的立场。这个立场是什么呢？哦，大家后续都要仔细看。那我们再来看看高市早苗跟李强没有互动这件事情哦，媒体也都在看。日本媒体说，在大合照的时候哦。两个人似乎啊，你看我们看得多细，似乎有一瞬间眼神交汇。可是哦，这个蹊跷来了，当高市在发表演说的时候，李强他离开座位哦，这是媒体报道，李强离开座位，他的位置是别人坐的哦，那是不是意味着他根本不想听高市早苗首相的这个任何的讲话呢？而另外我们看到李在明，南韩哦，其实他也非常积极哦。我们看到李强跟南韩的李在明哦，两个人有一个互动哦，讲到哦，这个李强他有特别提关键的矿产的互惠合作哦，并且呼吁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那高市早苗呢，他的说法是这样。防范中国企图勒索，所以希望国际要合作建立韧性的可靠供应链。因为现在呢，高市的说法是大概有60%还是要依赖中国大陆出产的这些稀土。李在明，我们刚刚讲到，南韩也是新任的总统嘛，他就说跟中国大陆希望能够有更紧密的合作，希望早日在北京跟习近平见面哦。这是我们来自于 G20 的观察，来请教亮哥。G20 表面上重要啦，事实上已经很多年都做不出任何决议了啦，因为 G7 在里面，然后金砖会议的国家也在里面，根本就是各自做决策啦。所以这个比较像是一个联谊的拜拜啦。然后普京跟川普都没来，都没有来因为川普知道那个不重要嘛所以高市早苗主要是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跟李强有比较近的互动啊，那中国大陆早就防到这一招啊，结果那个主办国安排的位置让高市早苗很失望啊，因为安排在印尼的旁边啊，那印尼就是 APEC 的时候，高市早苗互动的不错嘛，不过你看，我觉得中国大陆一定有特别交代啦，所以你不要让他。跟我能够有近距离，那眼神也不要交汇。结果主办国真的就是顺着中国的意思了。那高市早苗就说，摄影机啊，可不可以调整某些角度，让我跟李强好像有一些不小心的互动，或者眼神的交汇。结果中国大陆就是跟你都找不到那种镜头。所以他事实上并没有成功啦。而且也很奇怪了，他怎么会迟到呢？那听说就是挑那个衣服啊，我就觉得蛮奇怪的。因为日本人说他穿的衣服有时候不是那么好看，所以他这个衣服也，坦白讲也不是令人非常意外的衣服。这个衣服需要找1个小时吗？
不过因为日本人很重视穿着，他们觉得高式的穿着有时候太廉价了，有这样的声音出来啦。他的衣服也不便宜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迟到是蛮奇怪的事情。你觉得是刻意的吗？因为这个刻意对他没有好处啊。而且人家已经在上面演讲了。对啊，对啊。你才突然走进来而且几个镜头拍到，给人家感觉好像人家对他也没什么兴趣好像是要么你就夹在中间，要么你就在旁边你都不是跟人家谈的主要的对象那因为 G7 他们本来就在里面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在 G7 有一些，他当然就有一些比较亲密互动的肢体语言那这个本来就是他拿手的东西。对对对，就有点类似妈妈桑的外交这个没有贬义因为日本人喜欢这一套。你看他在年轻人的圈子，他这样的一个外交的模式，还是得到很多人支持。对，蛮多人支持。那因为她是女性嘛，所以就有点特殊了。不过我觉得让他感到比较可惜的就是川普没有来了。可川普很早就说他不会来了。坦白说 G20我认为就是叫做鸡肋会议了。食之无味。不会做决议了。不会做决议。因为你去想一想，那个立场差那么多。你看李强在现场提的，又是代表全球南方的立场。G20怎么可能同意？所以有点各说各话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外交场合倒没什么啦，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中日怎么互动。那目前就有一点是坚壁清野的状态而且坚壁清野到连眼神都不能交汇到了这个程度所以紧张还在继续升高当中还在继续升高来，老师，我先强调一个观念呢，叫外交无小事外交非常讲求象征主义，对英文叫 symbolism， 就是举手投足之间的动作甚至高市早苗迟到1个钟头，我觉得都是有意的他想达到什么目的呢？我在想说他是不是想要期待就是坐错位置就偶遇坐在李强旁边。我之所以这样讲的原因就是说日本本身来讲，你刚刚上一段的话呢，就强调日本人嘴巴很硬但日本实际上心里非常清楚，跟中国硬刚的这种结果的话，日本的国内是分裂的，但是中国的确是铁桶一块还不是铁板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就要讲到日本的媒体一直问到高市早苗要借的在这一次在南非约翰尼斯堡所开的 G20 会议当中，要有一个偶遇李强，然后就是首先问这个那个时候发言人是毛宁他第一次的问他讲说会不会，那毛宁说完全没有这个安排然后呢，日本的这个媒体又问了第2次，你知道毛宁说没有安排之外，加了一句话，就是日本请自重。哇，这个在外交场合来讲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话，就等于骂这个国家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的情况下来分析的话呢，这个高市早苗呢，就是说对于大家来讲就说是这个就说这个银座 club vibe 这里面说的话，其实就是讲到，因为大家都知道银座，虽然我没去过，但是基本上也就是所谓的妈妈桑，对我们来讲就是很不好听的一个字眼了，就是老那个字来介绍一下他的观念可能日本的妈妈桑长得化妆浓一点，好看一点，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用这种观念来形容日本第一个女首相里面的含义是不言可喻。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整个 G20那个主办国的南非的总统对他是视而不见，完全不理，就是有安排的。那我觉得里面每一个人的话呢，大家看到他，包含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话呢，他们基本上往后退一步，因为这里头要了解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李在明是最高兴的，因为李在明的话呢，李在明这一次的话呢，针对事情除了独岛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外，就是针对于跟日本之间的合作要改成韩中日。这个次序要调过来，那个韩国借这个机会的话呢，里面的话呢，就是说明显的取得优势。那我觉得日本在这边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李在明是非常期待，而且他所做跟中国展现一种比较友好的态度，他的支持率是高达60%。在韩国是一个5-5波的情况下，他有做这种民调上的一个突破的话呢，说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一直觉得说，这次大家讲到外交的场合，尤其是 G20 的会议，这次 G20 会议的话呢，其实
川普不来的理由就是他指控南非的黑人杀白人。对啊，他们到底有没有证据，他也不管啊。然后呢，南非的白人移民到美国去的话，就强调他非常对。然后另外的话呢，那个普丁不来的情况下。当然有他的理由，因为他现在跟川普正在搞大事，根本来不及讲 G20的这种情况。但是日本非常重视这个机会，而且日本以前在 G7、G20里面的表现都是非常讨好的。那就是这个高市早苗要借这个机会的话，来将日本的这个外交场合能够扳回一城的结果，显然是很失望的。因为这一次的话呢，李强本身一点机会都不给。因为李强本身面对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对于大陆的外交官跟大陆的国防部，他们的立场是第一线，而且是一致的，就是基本上是要非常僵硬的啊。他们的硬当中的话呢，所以这一次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大陆驻大阪的总领事薛健一开始讲说，把莫名其妙冒出来的章头要毫不迟疑的砍掉的话，他会出现这种话。我透过我渐渐的管道里面得到的讯息是，他自己做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一做出来了，就把这个调性整个就拉得非常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目前为止接触到讯息，大陆是不愿意往战争的方向带领，但是会除了战争这个极端的手段以外，其他的大概都准许了。来，将军，日本想要这个打入西方世界，脱亚入欧啊，他的这个国家的战略啊，我认为是失败的。他应该按照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讲了一篇叫做《大亚洲主义》，大致就是我们亚洲，我们大家好像好和平共处，来共同来繁荣亚洲。结果这个日本他没有走这一个，他就是想要脱亚入欧，他认为他是个欧洲人，所以他在2次大战的时候跟这个轴心国，包含德国、包含意大利，结合这个3个这个轴心国家，这个挑起第2次世界大战。那这样子的话，它整个地缘战略错误。那我们可以看出来，第一个，它这个跟这个日本跟所有的周边国家通通打过仗，所以这历史，它这个历史跟这些周边国家都会处不好。跟北边的俄罗斯打过日俄战争，2次大战的时候，俄罗斯那个时候叫苏联，也出兵到东北，也把这个跟日本做，到时候把日本给解决掉，把日本的关东军给解决掉了，是这个样子。那跟韩国，日本统治韩国。总共35年，1910年统治到1945年。你看韩国到现在为止，一般来讲民间上还蛮仇日的。那我们日本统治台湾50年，对，也杀了非常多的台湾同胞。那日本跟中国大陆有甲午战争，你刚刚讲到刘公岛，甲午战争又有我们讲到的8年抗战。你看这一系列，日本跟他所有的周边国家通通打过仗，那通通打过仗都结下了这历史上的仇恨，到现在为止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第二个呢，日本跟所有的周边国家都有领土纠纷，跟北边的俄罗斯有南千岛群岛那4个岛，日本叫做北方四岛了，慈武、泽州、国后、色丹，整个4个岛，日本有。那跟韩国有主岛，那韩国叫做独岛啦，就是这个样啊，有主岛纠纷。那跟这个台湾跟还有中国大陆有钓鱼台列屿的主权纠纷。你看它周边国就这4个国家嘛，结果都。这个主权纠纷都不断，到现在为止也都没有歇止，所以日本想要把这些跟邻近的国家弄好关系，还蛮困难的。日本还殖民过菲律宾，2次大战的统治菲律宾4年，从1911年统治到1915年，也是这样。所以日本在他这个脱亚入欧的政策是完全失败的。不很看现在想要打入西方世界，我认为没那么简单。第3个，我认为日本还犯了一个历史上错误，就是不愿意认错、道歉、赔偿。你看他对这个俄罗斯也好，韩国也好，中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除他的台湾同胞63万人，有没有认错？有没有道歉？有没有赔偿？完全没有，连那慰安妇他都不道歉赔偿。你就知道日本在这个整个的他的周边的这些邻近国家关系是非常的不好。那在统治台湾的时候，我们这个耳熟能详的邱逢甲要起来抗日的，还有刘永福的黑旗军等等那么多都起来抗拒日本人统治台湾呢。但是日本的手段呢是非常残酷。但我到现在有一个我认为可以主张，就是说把日本在统治台湾，日本在中国大陆在统治期间呢所劫掠、抢劫跟掠夺的黄金珠宝还回来黄金珠宝古董还给中国大陆，还给台湾我认为这个应该做的我们应该向他要这是属于台湾的
这是属于中国大陆的，我认为应该要回来。好，我们来看看美中的关系现在到底如何了。看起来有和缓，可是竞合还是持续。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个动画片，这是美中团队联合制作的系列动画片《我的哪吒与变形金刚》哦。您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一部片，它的制作单位呢日前宣布说，将在12月6号到14号每天晚上在 CCTV， 也就是中国的央视少儿频道播出哦，这可是一件大事哦。那所以有网友就说，看起来美中之间的关系哦，就会慢慢的稳固起来。那它真的和缓了吗？哦，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辉达现在也传出说 H200 的晶片哦，开始要这个放宽哦，有可能这个限制会取消，来销往中国大陆。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新的一个报道，可是不知道到底最后的决定是什么。而另外呢，怕就是两边哦没有护栏，那变成误判造成灾难或是战争。所以美中呢其实不断的都有所谓的安全咨询，现在才完成第2次海上的军事安全咨询。就在我们看到双方的军事部门都有所谓的这个磋商，还有一些工作的小组所以沟通都一直是存在的那另外呢，我们也来看看，包括北极现在成为太空军备的新战区。您看到这些大国，包括美国、包括中国，都在抢这个发言权，还有抢建地面战极轨卫星满天飞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各国的企业都在加强并且加速在阿拉斯加、加拿大、北欧这些高纬度的国家还有地区新建地面站还有天线要的是掌握绕行北极的极地轨道和卫星所以天空这个太空是另外一个战场。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川普在白宫接见这个人是纽约市的准市长。在竞选的时候，他骂川普骂得超难听，可是两个人见面看起来像是老朋友一样我们来看看这个互动。Are you affirming that you think President Trump is a fascist? I've spoken about. That's okay. You can just say yes. Okay. It's easier. It's easier than explaining it. I don't mind. 好，您看到34岁的纽约的新市长曼达尼他是站着，川普是坐着。川普79岁，两个人的肢体语言非常的放松。因为在竞选的时候曼达尼不断的批评他说你是法西斯分子你如何如何。结果你刚刚有看到川普还帮他解套帮这个他在媒体前面挡子弹不时的对着这个曼达尼微笑，还拍拍他的手臂这个友好的姿态已经做到了满分为什么会这样呢不知道那 CNN 就分析说其实川普有在盘算什么呢？因为曼达尼他在竞选的时候，他点出了一般民众他的生活的负担能力现在越来越低了，物价通膨这些东西对民众来说是重中之重所以呢，他知道他也看到了大多数的选民为什么会投给他，所以呢，川普来这个避免跟他对抗，他现在正在民意的高点你干嘛跟他对抗呢？而且这个也是川普执政的痛脚。那另外呢，对他忠心耿耿的盟友得到什么样的待遇？我们看看乌克兰的下场。28条的这个所谓28点的和平协议，现在要乌克兰吞下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他礼拜天在日内瓦跟乌克兰的这个代表进行了讨论，当然还有欧洲的代表。白宫在会后宣布，参与代表对于和平方案的内容有更完善的更新，因为其实泽连斯基有讲他们必须还要加一些东西进去，要不然呢很难答应。不过川普却大骂乌克兰不知感恩说我帮你做这么多，你还不对我做感谢你没有对我表达谢意。所以泽连斯基很快就发文感谢川普。那乌克兰说最新的和平草案要纳入基辅的诉求，也就是泽连斯基这边的诉求。所以我们不知道最后这个所谓的和平方案会长成什么样子，可是大概率大概的内容对乌克兰极为不利。来请教亮哥。这个中美合作的动画，这个是2017年就签约了啦。当时刚好中美就川普第一任嘛，他不是去访问中国，对，然后还叫他的孙女唱唱中国歌，茉莉花，对就那个时候的氛围那2019年第一支预告片就出来了，然后就开打贸易战跟科技战，
整个停了。OK，所以2025杀青，总共有52集啦，要在央视播出。这个当然人家会做文章嘛，那表示这中间他们还在合作啦。只是没有新闻这样。可是央视让它播出，那我觉得这个本身当然是新闻啦。这个就好像韩流现在还上不了中国的电视啊。对，如果上了，那就有象征意义啊。其实中国跟美国真的就是休战1年了，双方都不愿意撕破脸，斗而不破啊。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所以高市早苗这一股这个妖火烧不大啦。因为美国，我认为美国不会介入，就大氛围是不会有改变，不会有改变。当然，如果有军事冲突，那另当别论。可是我也不认为美国会大力介入，我认为不会。因为川普看来是大局啦。其实，川普对中国还有对俄罗斯我认为还是蛮清醒的，他不会乱来那基本上他还是认为这个世界的大局面。这是 G2啦，那俄罗斯因为地缘政治跟它的核武的能量，所以有时候会变成 G3。他认为推动世界的力量就是这3个国家啦，其他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了。比如说这一次乌克兰的和平协议，欧洲事先都不知道，对，所以德国总理在那边跳嘛，他有点生气了。川普根本连理都不理他，不然你自己去背啊。乌克兰如果要再打，你全力去支持吗？这次其实内幕都已经出来了啦，是川普的特使，还有卢比奥，还有他的女婿 Kushner 3个人拟出草稿，直接去找普京的特使，就是那个 Dmitriev， 那双方就敲定了草稿，那之后才给乌克兰看的，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美国、俄罗斯跟乌克兰坐下来讨论出来的东西啦，根本就是美俄2大国弄出一个俄罗斯可以接触的方案，然后来压乌克兰。所以是俄罗斯的愿望清单呐。所以俄罗斯的项目基本上都已经在上面了。对啊，就是它不叫领土了，他就说现状停火。那俄罗斯已经占领了克里米亚，还有顿巴斯。就现状了啦，那你乌克兰要撤军，那扎波罗热跟这个赫尔松，俄罗斯大概占领了55%嘛，那就现状停火，弄个缓冲区啊。那没有人要安全保证，我美国来做安全保证啊。那签10年，跟乌克兰单独的，可是你乌克兰要付费。美国的安全保证，乌克兰是要付费，要钱的。那如果乌克兰觉得安全保证，还不够，那就再签10年了，不就是这样啊？然后至于那3000亿的外汇，俄罗斯1000亿，你拨给乌克兰重建基金，我美国主导啊。那另外2000亿呢，我们美俄建立合作基金，共同来开发俄罗斯的资源跟乌克兰的资源，50与50对拆。所以川普想的都是钱啊。可是他有没有解决问题？有，因为安全保证就由美国担了啦。这就是美国最大赢家呀。对啦，可是俄罗斯他得到领土啊，虽然没有国际承认。那你觉得乌克兰说有最新的和平草案会纳入基辅的诉求，有可能吗？基辅目前一个诉求被接受，就说我的军方60万，那就拉到80万，有被接受，有被接受，可是有屁用啊？这个根本就不是重要项目，而且精锐部队都被砍了呀，对吧？不，反正这个不是主要项目，就是你还是同意现状停火。现状停火是核心概念，是核心的概念。对，好，来，我们进一下广告。金耀老师怎么看乌克兰战争，以及川普他对于34岁的曼达尼，很好对，我跟你讲啊，从川普跟曼达尼之间的态度啊，就已经说明了川普这个人是一贯的美国精神。美国精神就是实用主义，
就是说呢，我跟你之间的没有好没有坏，就是这个国际的领导人没有这样，我跟谁很熟很好，什么就川普在讲，其实都不管用。但是川普真正的话呢，就是说曼达尼原来说他是法西斯主义的时候。他怎么说曼达尼的？什么共产主义者？对。那在美国来讲的话呢，美国对法西斯主义还不一定有这么敏感，美国对共产主义是非常敏感的，也足以说明为什么美国现在的话呢要合作，这哪吒跟这个变形金刚要搞在一起。我都开了玩笑，比起哪吒2差得很远。但是最重要的是，美国现在一个态度的改变，受到雷蒙多卸任以后的讲那句话的影响很深刻。雷蒙多讲话讲一大堆，就是2个重点。第一个的话呢，大陆的发展呢，你越打压的话呢，它越发达。因为这个我们在节目中讲了好多次，就是说大陆本身来讲的话呢，它是拿这个民族主义在搞自己的科技产业，这个很不一样啊，对不对？当然大陆很鼓励，就是说你能够为国效力、为国贡献什么的啊，这个我们都懂啊，因为我们也是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嘛。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大陆现在发觉呢，美国自己自身的麻烦非常多，你麻烦非常多的情况下，你要搞大陆根本分身乏术，所以美国基本采取立场，所以导致于美国现在的话呢，想要把所有对外的这种负担呢解决掉，但是川普想捞一点。这个有关于卢比奥的事情原来刚出现这个28条的时候，是找了一个媒体不大不小 ，Axios 我不晓得，但这个媒体大不大？Axios 网络媒体，网络媒体就是透露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当中，卢比奥的第一次的意见，然后美国有很多参议员。包含2党参议员对外是讲什么？说跟卢比奥谈了以后，卢比奥说这个28条是俄罗斯的普丁起草的，哇，那不得了，大家听都懵住了。然后那个泽连斯基就很生气，后来慢慢就他第2天又讲说是俄罗斯的观念，然后呢是美国起草的，稍微改变了一下然后里面也有乌克兰的参与。那刚刚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也在讲到乌克兰真的情何以堪，你知道，把国家打烂以后成了这个结果。是，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将军怎么看？这是28点和平协议。我认为这28年的俄乌和平协定呢，感觉到好像乌克兰被美国背刺，其实不是完全相反的。我认为是川普在帮助乌克兰，让乌克兰能够活下去。因为乌克兰现在的状况就是缺兵啊，现在没有军队怎么打？没有兵了啦，不能再打下去乌克兰更惨，赶快停止了，战略停损。因为乌克兰已经鬼打墙已经走不出去了，他战略鬼打墙怎么跳得出来？没办法去解决他自己的事情了。所以第2个缺钱，像乌克兰一直在借钱打仗你再打下去欠更多，那国家都卖了。第3个我认为他缺武器，美国只要不给武器，你看乌克兰听不听话？马上听话了，所以乌克兰不得不接受。我认为是这样子，那就是割地裁军，禁止外军进驻，割地嘛。你现在在顿巴斯地区，包含扎波罗热，还有这个赫尔松州，还有克里米亚半岛，那就让给俄罗斯，这是一定要割地嘛，割地才能够求和这没有办法。所以俄罗斯虽然打了很久，但是俄罗斯得到的土地是这个样那倒霉是乌克兰那裁军的话，规定的乌克兰有60万军队，那只能这个样，而且不能有中远程武器打到俄罗斯，那整个就是限制住了嘛。乌克兰整个被绑手绑脚，怎么办？那乌克兰当初整个战略判断错误对不对？当初就可以早点战略可以停损，因为全世界没有国家出兵帮助乌克兰，乌克兰就绝对会输。那你晚输不如早输，因为你会越晚输越多，死越多，丢更多，那就是犯了这个战略错误了，怎么办呢？那现在打到最后面，还禁止加入北约，还禁止外军进驻。对，而且还要入宪那写进宪法那就变成附庸国了。要写入他的那就法律了，那变成附庸国了，怎么办？